越过现实的海，抵达想象之外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星域。1000光年外，没有人类的地球长什么样？这次我们将穿过星际之门，抵达最像地球的行星开普勒452b，沉浸体验外星球的原始狂野。让我们出发吧。我们刚在蓝黑色的玄武岩上站稳，脚底就传来一阵潮湿的凉意。这片高坡的岩石边缘挂着清晨刚凝结的水珠，空气闻起来有一种生涩的咸味，明显比地球上的空气要厚重得多。白金色的恒星光从东南方偏低的角度打过来，把左侧的水面照得刺眼。顺着光线往前看，是一整片望不到边的外星海岸，水面平的像一面发光的玻璃，远处还立着一排排半透明的古质高塔。一阵风卷着薄薄的青色海雾贴着岩石扑上来。就在这时，头顶的光线暗了一下，抬头看，几只巨大的竞翼天轰正无声地划过，它们没有扇动翅膀，借着海雾的上升气流划过天空。我们把视线投向我们前方的森林入口，顺着玄武岩左侧的缓坡往下走，我们跨进了这片蓝绿色的巨叶森林。刚一进来，恒星那耀眼的光就被头顶宽大的蜡质叶片切碎了。这里的每一片叶子都大得能当雨棚，深蓝绿色的表面闪着水光，边缘透出淡淡的金色脉络，空气湿度极大，水滴顺着粗壮的叶柄滑下来，完全没有一点声音。四周悬挂着粗大的气根，像帘子一样垂向地面。突然，前方的气根晃了一下，一只灰绿色的灵猴灵兽轻巧地越过水洼。它身体圆润，前肢短促有力，喉咙下方鼓起一个橙金色的发声囊，随着它的跳跃一亮一暗，发出一声像碰铃般清脆的短鸣，继续往森林深处走。视野逐渐变得开阔，头顶上几条巨大的气根天然交缠在一起，凌空架起了一座长满苔藓的活根桥。深褐色的树皮缝隙里流淌着微弱的蓝色脉光，一条浅浅的细流从桥下蜿蜒穿过。这片区域的巨叶背面垂挂着几个饱满的蓝金色画囊，画囊表面光滑剔透，散发着柔和的银光。一群身体闪着银绿色光芒的银针啄蜜群正围着花囊高速旋转，它们扇动着透明的脖翅。刚才那只灵猴灵兽又从活根桥上轻盈地跑了过去，脚爪踩在湿润的木质面上，带起几滴飞溅的水珠。微风穿过林间，吹得花囊微微摇晃，金色的微粒顺着风势向东南方的低矮水口飘去，那里已经透出了明亮的白金晨光。走出森林低矮的水口，眼前豁然开朗。我们踏进了一片极其宽阔的潮湿河湾草原，脚下的草叶低矮柔软，呈现出鲜亮的青绿色，每一根草尖上都顶着银白色的水珠。一条弯曲的潮河像银带一样切开草地，向远处的海岸流去。远处的半透明焦塔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草原上的空气弥漫着泥土和清水的味道。顺着河道望去，水汽蒸腾的低雾中，有一群庞然大物正在缓缓移动。
那是几头成年的碧脊胸背兽，它们的身躯像小型的陆地鲸鱼，底盘压得很低，灰蓝色的粗糙皮肤上沾着湿润的泥浆。它们宽阔的背上长着一排碧绿色的骨质脊板，在恒星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冷硬的光泽。我们沿着潮河的边缘向这群巨兽靠近，它们对我们的到来毫无反应。我们把视线移到另一侧，一头破石兽站在河边，低下宽扁的头部开始饮水。它侧面的2排呼吸孔有节奏地开合，发出低沉的风箱般的喘息声。它那粗壮的6条腿深深陷在柔软的泥地里面。当它抬起脚再次重重踏入浅水时，一股沉闷的震动从脚底的泥土一直传到我们的膝盖。远处的巨兽群继续沿着弯曲的河道向海边迁徙，阳光照在它们湿漉漉的背脊上，草叶和水珠随着步伐簌簌掉落。这时候，地面的光线又暗了一瞬，天空中那只巨大的竞翼天轰再次掠过，宽阔的阴影盖过饮水的巨兽，顺着河水流去的方向，向前方那片闪烁的浅滩游弋而去。我们沿着潮河走到入海口，脚下的泥草变成了白色的盐壳。我们踏上了这片被称为玻璃潮平的奇观。退潮后的海滩平坦得不可思议，地面上覆盖着一层极浅的像镜子一样的海水，白金色的天空，流动的青色海雾，全都被完美的倒映在脚下。走在这片水面上，每迈出一步都会推开一层轻柔的波纹，打破水面的镜像。水下零星散落着几只透明的类水母生物，顺着极缓的水流轻轻收缩。右手边一条冒着细小气泡的潮沟通向远方，而正前方就是我们在高坡上眺望了很久的透明礁塔外缘。从这个距离看，那些从水里拔地而起的古质高塔更加震撼。就在最高的那座礁门后方，一个青灰色的巨大背影正缓缓浮出水面，那是浅海的潮冠绿石兽，正向着礁塔群深处游去。顺着浅水带，我们走进了这片高耸的透明礁塔群，这里完全没有任何压抑感，头顶依然是开阔的天空，但周围立起了一座座10几米高的半透明珊瑚古塔，阳光穿透这些天然的钙质结构，让礁塔边缘泛出温润的琥珀色，而水下则折射出交错的蓝绿色光纹，四周回荡着海水冲刷礁石的轻柔哗啦声。就在右侧的主水道里，一头巨大的蓝纪石海兽正在缓慢经过，它的体型像一艘移动的潜艇，皮肤表面覆盖着一层湿滑的水膜。它张开极其宽大的口部，喉咙深处透出幽幽的蓝白微光，大口吞入浅海的水流，将水里的发光浮游生物滤进身体。巨大的蓝纪石海兽摆动着尾部，顺着水道缓缓游向深处。我们在礁塔群之间穿行，脚下的生物礁表面湿润而光滑，偶尔能看到附着在上面的细小荧光生物。前方的2座高塔在顶部向内弯曲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拱门。阳光从拱门的缝隙里斜着照下来，在清澈的水面上洒下一片金色的光斑。穿过拱门，水面开始变浅，露出大片被潮水打湿的浅色斜坡。回头望去，透过错落的半透明礁柱，
还能隐约看到来时的那片如同镜面般的玻璃潮平。空气里的海风开始变得强劲，吹散了低处的薄雾，夹杂着咸涩的水汽扑打在脸上。顺着斜坡往上看，是一道高耸的灰蓝色悬崖，那是这片海岸生态的制高点，也是无数天空生物的栖息地。踩着坚硬湿滑的礁石斜坡，我们一路向上，终于抵达了峰关悬崖的下方。这里的视野极其开阔，左下方是我们刚刚穿过的透明礁塔，右前方则是直面浩瀚内海的高崖。强劲的海风从深海的方向涌来，把白金色的云雾直直地推上崖顶。抬头仰望，悬崖的高处错落着几个庞大的巢穴，这些巢穴由干燥的灰白海草和透明的礁骨碎片堆叠而成，结构轻盈又巨大，在强风中岿然不动。天空中数不清的净翼天虹正在成群盘旋，它们舒展着半透明的宽大翼膜，边缘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银白光芒。它们几乎不发出任何鸣叫，只凭借着悬崖边缘强大的上升气流，在海雾与强光之间轻盈地滑翔。旁边巨大的巢穴里安放着几枚1人高的蓝白半透明巨卵，这些卵表面像玉石一样光滑，内部隐隐透出微弱的脉动光芒，安静地孕育着这颗星球古老的生命。站在这里俯瞰，整片海岸线尽收眼底，阳光完全照亮了下方的透明礁塔群，反射出璀璨的琥珀色光芒。更远处的玻璃潮屏像一条银色的腰带，边缘连接着那片蓝绿色的潮湿草原。在草原的低雾中，我们似乎还能捕捉到巨兽缓慢迁徙的身影。这里没有建筑，没有工具，没有任何文明来过的痕迹，它只是在距离地球1000多光年的地方，围绕着那颗类太阳恒星，独自经历着日升月落，繁衍着这磅礴而无名的生命之美。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